Hello， 大家好。本周，国家银行发布了2月份的综合房价指数，数据显示，全国综合房价指数环比上涨 0.5%， 较1月份的涨幅有所加快。此前，这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放缓。在11个市场中，与上月同期相比，有4个市场领涨，分别是哈利法克斯上涨 2.3%， 哈密尔顿上涨 1.1%， 温哥华上涨 0.8%， 魁北克市上涨 0.7%。还有4个地区明显后劲儿不足，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蒙特利尔上涨 0.5%， 维多利亚上涨 0.4%， 卡尔加里上涨 0.4%， 多伦多上涨 0.4%。温尼伯的指数与上月持平，埃德蒙顿的指数下跌 0.1%， 渥太华加蒂诺指数环比下跌 0.5%。从去年秋天的9月到11月，11个市场的综合房价指数比上一月上涨，而今年2月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出现一个或者是多个房产市场下跌的情况，这说明部分房产市场已经开始放缓。这个数据也证实了我昨天视频中的分析。2月份的综合房价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9.8%， 这是连续第7个月的增长，也是2017年9月以来最强劲的年增长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5个市场领涨，渥太华加蒂诺增长 19%， 哈利法克斯增长 18.7%， 哈密尔顿增长 18.1%， 蒙特利尔增长 15.1%， 多伦多增长 10.1%。 与去年同期相比，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是维多利亚上涨 9.4%， 魁北克市上涨 7.5%， 温哥华上涨 7.3%， 温尼伯上涨 5.9%， 埃德蒙顿上涨 2.1%， 卡尔加里上涨 0.8%。 尽管卡尔加里仍远低于2014年的峰值，但还是迎来了自2018年6月以来的首次增长。本周，加拿大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上调了对2021年房产市场的预期，他们预测今年的房产交易量会达到70万2千套，比去年55万1千套成交量大幅增加。再来看看租房市场的情况， PadMapper 发布了最新的加拿大租金报告，报告显示，温哥华一居室平均租金价格达到了2017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多伦多一居室租金也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他地区的租金已经基本稳定。在过去1个月，加拿大有9个城市的租金价格上涨，有6个城市租金持平，另外还有9个城市租金下降。即使温哥华一居室平均租金下降了 2.1% 至1900加元，但这一地区仍然是加拿大租金最贵的。温哥华2居室平均租金2360加元，与上个月持平。多伦多一居室平均租金下跌 1.1% 至1750加元，是加拿大第2贵的。2居室平均租金微升了 0.4% 至2350加元。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同期相比，一居室平均租金已经下降了 21.5%。BC 省的本拿比是平均租金第3高的城市，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下跌了 1.2% 至1660加元，2居室的平均租金微升 0.5% 至2200加元。维多利亚排名第4，单卧室平均租金上涨 1.9% 至1600加元，而2卧室平均租金上涨 0.5% 至2000加元。魁北克市取代了圣约翰，成为全国房租最便宜的城市。一居室平均租金为830加元，2居室平均租金为1210加元。今天，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券收益率再次飙升，10年期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至 1.73%， 接近2020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拿大债券收益率的上升速度甚至一度超过了美国，这意味着投资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愿意购买债券了，因此政府需要用更高的回报来增加交易的吸引力。发生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一是投资者对加拿大偿还债务的能力感到恐慌，因此他们要求对他们所承担的额外风险进行议价，或者投资者认为加元即将贬值，他们希望确保自己的利润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抹去。债券收益率飙升导致科技股持续波动，并且大多数都下跌了。另外，上个月因为在通胀率方面做手脚或者是创新而被打脸的加拿大统计局又公布了2月份的加拿大通胀率。数据显示，2月份的加拿大通胀率为 1.1%， 这远远低于分析师们的预期。这个数据很可能会被再次打脸。现在来看，
除了房价以外，任何去过超市购物的人都知道，官方公布的通胀率绝对是一个笑话。投资者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通胀率持续上升，可能各国央行都会通过加息来回应。从近期的债券市场也可以看得出来，对通货膨胀率做手脚的担忧只会加剧利率上升的问题。如果利率飙升，贷款者用平均水平的收入来偿还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拥有2套以上住房的人，这将会给房产市场的投机者带来致命的打击。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